招商銀行咧，佢都公布咗佢嗰個業績快報啊，業績快報嗱咁啊呢個咧就係招商銀行個業績快報嘅情況啦。咁我而家睇下個 PowerPoint 啊，喐咗啦 ，OK 嗱，我哋講個業績大概係點咧？嗱，2024年咧，佢營業收入咧就係跌咗 0.5%， 嗱，收入只係微跌啫喎，跌咗 0.5%， 就有3375.4億元。嗱，咁相比之下咧，佢嗰個呢一個係全年啦，全年就跌咗 0.5%。而相比佢前3季係跌咗 2.9%， 嗱，好明顯你會見到啦，全年計淨係跌咗 0.5， 頭3季就跌咗 2.9， 咁即係代表咩啊？代表佢其實個收入咧係第4季有好轉㗎，即係冇跌咁多㗎啦。咁啊，股東利淨利潤點啊？嗱，股東淨利潤就同比增長咗喎，增長咗 1.2% 喎，有1484億元，增長咗 1.2%。呢個講緊2024年全年啦，咁相比之下，佢2024年頭嗰3季咧，其實係下跌咗 0.6% 嘅，而全年就變咗增長 1.2% 喎。咁即係話第4季其實係好咗啊，咁呢個向好嘅。嗱，不良率咧係 0.95%， 咁咧環比就升咗1個百分點啦，即升咗1個 BP 啦，1個點子。嗱，0.95其實呢個絕對值咧係非常之唔錯啊。其他銀行平均都1點幾㗎啦，個招行咧係得 0.95， 其實唔錯啊，即係唔可以咁苛刻嘅。雖然佢環比係升咗1個點子，咁但係 0.95 都係一個好唔錯嘅水平嚟嘅。不過撥備覆蓋率咧就 411.98%， 環比就跌咗 20.2個百分點。嗱，你會見到啦，撥備覆蓋率咧400幾%都係高，但係咧其實係環比咧係跌咗 20.2個百分點啊，即係跌得都幾多下啊！咁陣間會解釋點解跌咁多啦。咁佢呢個業績咧係比預期好啊，尤其是個收入同埋淨利潤咧都比頭嗰3季咧有改善啊，有改善。嗱，佢嘅亮點係咩咧？即係招行第4季業績嘅亮點係咩？就係個收入啦。嗱，如果因為佢公布咗全年啊嘛，亦都公布咗第3季係幾多啊嘛，咁啊我哋可以計到嘅第4季係幾多嘛？其實佢第4季嘅收入咧係增長咗 7.6% 嘅，係增長咗 7.6%。而相比之下，佢第3季咧係下跌咗 2.5% 啊！即係佢第3季跌咗 2.5%， 第4季個收入咧已經增長咗 7.6% 啦。咁所以咧第4季係好明顯有改善。咁改善嘅原因喺邊度咧？啊，第一就係佢嗰個淨利息收入恢復增長 3% 啊，而其實佢第3季嘅淨利息收入咧係下跌咗 0.8% 嘅。頭嗰3季就下跌咗 3.1%， 即係話佢第3季單季就跌咗 0.8%。2024年頭嗰3季加埋就跌咗 3.1%， 但係第4季嘅淨利息收入咧已經係回復翻正增長，有 3%。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啦。咁第二咧就係佢有啲高成本嘅存款咧，佢就削減咗。呢個應該係個政策都有要求佢哋。要求啲銀行咧就唔好攬住啲高成本，唔好搶啲高成本嘅存款啊！咁佢喺呢方面咧都有成效啦，控制有成效啦，亦都減輕咗第4季嘅淨息差嘅一啲壓力嘅。咁啊，第三個原因咧就係佢第4季嘅貸款增速咧係有回升嘅。第4季嘅貸款增長 5.8% 啊，咁相比之下，佢第3季只係增長咗 4.7% 啊，即係話。第3季增長 4.7%， 第4季增長 5.8%， 咁即係第4季個增長咧，貸款增長係多咗啊，多咗。咁包括咩咧？就係、是、大家知道啦，2024年9月924啊嘛，924有啲政策出咗嚟咧，就鼓勵消費啊，咩以舊換新啊，派消費券啊。咁呢啲咧，因為招行係零售之王啊嘛，咁佢就受惠呢啲零售嘅信貸需求，因着政府支持呢個消費啊，咩以舊換新啊、消費券啊呢啲政策咧，就帶動佢個信貸需求有所復甦啊，有所復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導致到佢第4季嗰個淨利息收入恢復增長 3%， 而推動第4季個營業收入增長 7.6%。
嘅其中一個貢獻因素啦。嗱，咁講完嗰個第四季個淨利息收入，亦都要講第四季嘅非利息收入啦。嗱，非利息收入增長得仲勁，係增長咗16.6%嘅，係增長16.6%。嗱，咁所以你見到啦，佢第四季嘅淨利息收入增長3%，第四季嘅非利息收入增長16.6%。咁呢兩個都增長之下咧，佢第四季嘅營業收入就增長7.6% 啦。咁第四季嘅非利息收入點解有增長啊？咁主要咧就係因為第四季個債券啦，頭先都講過啦，債券牛市啊嘛，大牛市啊嘛，差唔多咧計過啦。中國10年國債個收益率咧就環比下跌咗42個基點啊。咁調轉即係話嗰個債券嗰個價格上升啦，咁債券嘅投資收益就會上升啦。咁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嗰個手續費收入咧就係亦都有復甦嘅因為之前2023年第四季嗰個基數比較低好嘅，但係亦都有負面嘅因素即係負面當然就係頭先講過啦，個不良率咧係環比第四季環比第三季係升咗一個基點啦，去到0.95啦。但係都講過啦，呢0.95其實都非常之唔錯尤其是依家零售招行就零售之王嘛，佢好多零售貸款啦。零售貸款咧係比較受個經濟影響噶，即係啲人失業或者啲人冇錢還咁喺個零售方面咧，嗰個不良率咧係會有少少上升噶。香港呢個900依樣都係啦。舊年嗰個減值撥備都大幅增長啦，因為呢啲咁嘅私人貸款咧係好受個經濟影響噶，即係經濟比較差咧，咁啲人咧就還唔到錢噶啦，有可能佢失業或者收入減少咁佢就唔還即係還唔到咁所以咧呢個就影響到佢個不良貸款比率。另外咧就佢個不良貸款覆蓋率咧都大跌咗20個百分點嘛。雖然412%絕對值係唔低都係比較高，但係始終都跌咗20個百分點咁就代表佢咧其實佢係用一個叫做撥備去反哺個利潤即係佢係減少撥備去令到個利潤即係釋放利潤出嚟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招行嘅業績咁招行嘅業績。咁然後咧我想講嘅咧就係招行嘅一啲點解招行係一啲如果我哋睇香港呢邊嘅上市銀行啦，招行應該係最優秀㗎啦。咁招行點解咁優秀？招行優秀喺邊度？喺邊啲地方令到佢咁優秀咧？呢個就想解釋一下招行優秀喺邊度啦。招行優秀喺邊度？第一，招行嘅零售業務佔比係非常之高係最高如果你睇翻呢幅圖啦，招行嘅零售業務就係個人貸款啦，佔總貸款咧係高過國有銀行，亦都高過股份制銀行嘅咁原因就係招行係內地銀行係最先行零售銀行之路咁佢咧以前內地銀行咧通常咧就唔係咁注重個人業務佢比較注重我哋叫做公司貸款因為佢好多公司係國企即係根本佢啲貸款俾國企，咁佢已經成年嗰個數都交到啦。佢點解要做個人業務咁辛苦？因為個人業務個貸款好少嘛，一個好少啦。咁你可能一間公司一間國企你都貸款幾百億啦。咁你諗下嗰幾百億，如果你要揾個人貸款，你要貸款幾多個人你先至貸款到幾百億係嘛？佢都費事做呢啲咁嘅嘢啦，嘥時間啦係嘛？佢不如揾多幾間國企借俾國企，咁一個等於幾萬個人貸款啦係咪？咁所以咧就冇乜人肯做咁但係招行咧就最先發覺喺嗰個公司貸款嗰個競爭太激烈啦。咁可以點咧公司貸款又唔夠呢啲國有銀行嚟啦，咁不如咧就行零售銀行之道啦。咁所以咧其實係2004年咁招行見到
呢個公司貸款咁激烈咧，咁佢就提出要零售銀行，要轉型做零售銀行啊。咁啊，佢經過咁長時間，由2024年去到2004年，去到2024年都行咗20年啦。即係佢係最早轉去行零售銀行之路嘅，最早轉型嘅。咁所以咧，佢嗰個經營嘅積累啊，佢客戶啊，個基礎啊，就成為內銀嘅零售之王，就係招商銀行啦。嗱，咁如果我哋睇以一個貸款總額當中個人貸款嘅佔比啦，呢一個咧數據咧就係截至到2024年9月底啦，招商銀行嘅總貸款應該有6.76萬億，其中個人貸款咧就3.57萬億，就佔咗總貸款有53%嘅。嗱，招商銀行嘅個人貸款佔總貸款係有53%，而股份制銀行嘅平均咧係40%。咁即係話咧，呢一個招商銀行佢個人貸款佔比咧係遠超過其他股份制銀行嘅平均水平㗎，即係差唔多多咗13%啊。咁而喺個人貸款嘅結構方面咧，佢按揭貸款咧佔比係38%，信用卡嘅業務佔比咧就26%，小微貸款咧就23%。嗱，你見到其實相對都係比較平均㗎，相對比較平均。OK， 咁呢個咧就係佢嗰個零售業務佔比高，就係招商銀行嘅特色以及佢個優點啊，即係唔係淨係特色，其實都係優點嚟嘅。嗱，咁佢做零售之王，佢其實個零售業務嘅質量係非常之好嘅喎。嗱，點好法咧？嗱，呢個咧就係我哋睇到啦，佢不良貸款比率啦，不良貸款比率咧，佢係相對比較低啊。呢個咧就係上半年啦，即係佢係你見到其他啲股份制銀行咧都係1點幾嘅，即係1% 以上嘅，但係招商銀行咧係低過1% 啊。咁所以呢一個咧就顯示到佢個零售業務當中嗰個不良率咧係最低嘅嚇，即係唔單止佢個佔比高，仲係質量好啊！呢個非常之緊要。咁跟住睇我哋叫做中間收入個佔比啦。因為中間收入係第一係消耗資本最少啊嘛，即係譬如你淨利息收入，咁你要消耗你嘅本金啊，你要借錢出去啊，你要面對貸款風險啊、信用風險啊，係咪？但係手續費收入你係冇風險噶嘛，你一日就賺唔到啫，你一賺到，譬如你賣保險賣出去，咁你賺佣金就袋咗噶啦，係嘛？你賣嗰啲理財產品一賣出去，咪又賺咗咯。嗱，呢中間收入咧係好正嘅，消耗資本少嘅，亦都冇風險嘅。咁但係問題你有冇本事做得越多越好啊？嗱，咁啊，招商銀行咧，嗱，你見到虛線點點點嗰個圖嗰個線咧，就係招商銀行啦。我睇下個圖啊，冇錯，轉咗啦。嗱，招商銀行點點點個線咧，嗱，佢係高過國有銀行，亦都高過股份制銀行嘅喎。即係代表咩啊？即係代表招商銀行嘅中間收入個佔營業收入嘅比重係長期高於同業嘅啊，包括啲國有銀行啊，包括啲股份制銀行。招商銀行嘅中間業務收入佔比都係最高嘅，咁其中佢嘅代理業務收入、理財業務收入嗰啲手續費收入啊，佔營業收入嘅比重係高過國有銀行同埋股份制銀行嘅。咁因為咧招商銀行咧就做呢個財富管理咧，都係做咗好多年㗎啦，即係佢有一個叫做金葵花係嘛，佢有一個金葵花理財。佢由2002年啊，佢2002年已經創建咗金葵花理財，即係呢個叫做零售客戶理財服務啊。佢應該係最先做呢一個理財管理嘅零售客戶嘅理財管理。嗱，咁呢個咧就係佢嗰個最低風險、最低消耗資本嘅中間收入佔比，亦都係最高啊。OK， 咁下一個啦，招商銀行嘅 ROA 同埋 ROE 咧都係領先呢一個同業嘅。嗱，ROA 同埋 ROE 係非常之重要啊。通常咧 ROE
高嘅公司咧，佢嘅估值都會高啊！即係講緊股東資金回報率高嘅公司咧，通常佢嘅估值都高啊！咁所以以前招商銀行享有嘅估值係比較高啊，因為佢 ROE 係的確係高過同業嘅。你呢度都睇到佢 ROE 係高過國有銀行，亦都高過股份制銀行。ROA 亦都係啊 ，ROA 亦都係。咁係原因係咩咧？佢唔會無端端點解會佢特別高過人哋咧？咁當然佢係有佢嗰個優點，佢嘅優勢咁先至會高噶嘛。嗱，而佢原因咧就係佢個負債成本低。下陣間會解釋點解負債成本低啊。嗱，一間銀行嘅核心競爭力咧係負債成本啊，負債成本越低咧，咁嗰間銀行嘅核心競爭力就越高啊。咁同埋，因為你負債成本低咧，咁你個淨息差一個係負債成本，一個收益啦。咁你只要你負債成本低咧，咁啊對於個淨息差係有幫助嚇。同埋佢更高嘅中間收入啊嘛，佔比啊嘛，係咪？即係點解佢 ROA 同埋 ROE 咁高咧？第一，負債成本嘅優勢啦，佢嗰個中間收入嘅佔比啦，佢嘅資產質量啦，係咪？呢啲咧就會體現喺佢最終會體現喺佢個 ROA 同埋 ROE嘅水平嗰度啦。嗱，咁如果我哋睇佢嗰個ROA 同埋 RO 我哋應該講零售業務嘅 ROA 同埋公司業務嘅 ROA。嗱，零售業務嘅 ROA 係比較高嘅，係高過公司業務嘅啊。即係你見到紅色嗰條線咧，就係零售業務嘅 ROA。淺淺地色、灰灰地色嗰條啦，就係公司業務嘅 ROA。嗱，零售係高好多，咁而招行嘅零售業務佔比高啊嘛，即係一個 ROA 高嘅零售業務，佢個佔比係最高嘅，咁所以佢拉勻，咁佢個 ROA 咪高過人咯，係嘛？咁咪 ROA 又高，再加上佢嗰個中間收入，即係消耗成本嘅中間收入佔比又高，資產質量又好啊，咁所以咧導致到佢嘅 ROE 又係最高嘅。呢個咧就係佢嗰個相對於同業嘅優勢啦。咁佢點解會咁高啊？嗱，個淨息差點解會高過佢 ROA 點解會高啊？就係個淨息差高啊嘛。嗱，咁呢個咧睇到啦，佢個淨息差係高過國有銀行，亦都高過股份制銀行㗎。咁佢高嘅原因係代表係嗱，如果你睇數字啦，2024年前3季咧，佢個淨息差係 1.96 啊，咁係差唔多係國有銀行同埋股份制銀行，佢都係排第一㗎。頭先應該見到淨係某啲城市銀行高過佢嘅咋，股份制銀行同埋國有銀行咧都唔夠招行咁高啊。如果計數嘅話咧，咁咧就係佢個淨息差咧係比國有銀行平均高咗48個點子嘅，比股份制銀行平均高咗31個點子嘅嚇。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咁之後就解釋點解招行嘅淨息差係咁高，原因就係負債成本低嚇。呢個就調轉咯嚇，負債成本就越低越好喎。咁你睇到招行嗰條線啦，即係深色嗰條線啦，係最底嘅嚇，最低佢係低過國有銀行，亦都低過股份制銀行嗱。咁啊來自咩咧？來自佢即係意思，即係話佢招行嘅淨息差高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個負債成本低嗱。2024年嘅頭3季，招商銀行嘅計息負債成本率係 1.68%， 就比股份制銀行低咗44個點子，比國有銀行都低咗24個點子嘅嚇。咁呢個就係佢淨息差高嘅原因，就係負債成本低。但係佢點解負債成本低啊？我哋又要進一步研究啦。佢負債成本低嘅原因就係佢個存款佔比高，而且佢個活期存款佔存款嗰個比率亦都係好高啊！呢個係雙重嘅優勢，就係你個負債如果係來自存款嘅，咁咧存款係比較成本低嘅一個負債啊嘛。咁如果你存款當中個活期存款亦都係更加低嘅一個資金成本來源，活期存款佔比高嘅話咧，咁亦都係負債成本低嘅原因嚇。咁呢個咧就會睇到啦。嗱，因為客戶存款咧係差唔多係，你知啦，一間銀行佢有
不同嘅計息負債嘅來源啊嘛。其中一個最低成本嘅資金來源嘅計息資金嘅來源啦，就係客戶存款啦。咁而如果招商銀行計佢嗰個存款佔佢嗰個計息負債嗰個佔比咧，嗱你見到啊，深藍色嗰條線咧就一路向上嘅，去到最後2024年第三季係 86.4%， 86.4%。咁如果你同其他同業比咧，嗱招行咧就 86.4% 啦，平安銀行就 70.2%， 嗱即係一個8字頭一個7字頭咯。光大銀行就6字頭咯，啊 66.8， 中信就 66.5， 民生就 62.1， 浦發就 60.8， 有啲仲低嘅5字頭嘅，興業銀行就 55.5， 華夏銀行就 55.2。嗱呢個你會見到啦，招行佢個負債成本低嘅原因就係佢個存款佔計息負債嘅比率係最高嘅，係 86.4%， 8成幾，其他最高都係7成，好多都係6成幾，有啲5成幾添。咁呢個咧就係佢個優勢啦。OK， 嗱咁招行嗰個佢存款當中啊，存款已經係最低嘅計息負債啦。如果存款入邊更加低嘅就叫做活期存款。活期存款咧係低中之低啊，即係成本低中之低嘅計息負債就係活期存款，就係活期存款啦。咁而招行嘅活期存款咧，亦都係非常之高㗎，即係非常之高。佢係如果我哋睇佢同業比啦，佢亦都係高過其他同業嘅，即係50幾%㗎啦，50幾%。如果我哋睇咧，直至到2024年6月底。招商銀行嘅活期存款喺總存款中嘅佔比係 51.97%， 即係差唔多52%㗎啦，係位列上市銀行第一㗎啦，即係比國有銀行同埋股份制銀行嘅平均咧都高咗15個百分點啊，好犀利啊！咁呢個就係招商銀行啦。